妖物。芥幕白眉头微皱，他自然能够看出，这并非人族，而是妖族。而就在此时，那位竟将目光投向了芥幕白，这让芥幕白心中一紧。他明明隐藏了自己，可那位的眼神显然是发现了他。且当对方将目光投来之际，其修为也是释放而出。一品天神。呵，芥幕白发出轻蔑的笑声，且直接现身。身为2品天龙界灵师的他，3品天神都捉不住他，1品天神他自然不放在眼中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位妖物的眼眸变为金色，黑色的铠甲竟也释放出金色光芒。其修为不再是1品天神，而是踏入了3品天神境。不必如此，其实我们可以合作。芥幕白说话间，掌心摊开，一缕小蛇大小的结界之力自其掌心飞掠而出，直奔天界。轰！可来到天界，那缕渺小的结界之力便瞬间化作遮天蔽日的磅礴大阵，面积竟比那2座巨大的墓碑还要庞大。同时，2品天龙界灵师的气息也自那结界阵法之中释放而出，实力展示。而这波实力展示也确实有效。那位铠甲妖物目光变化，不由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“我是何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我联手，此地传承便唾手可得。”芥幕白说道。“我可独享，为何要与你联手？”铠甲妖物问。“阁下眼光要放得长远，此地传承再好也是有限，若是我们合作，我有更好的宝藏可与阁下分享。”芥幕白道。“更好的宝藏？”铠甲妖物目露好奇。“你绝对会感兴趣。”芥幕白道。“说来听听。”铠甲妖物道。“楚风。”芥幕白道。“楚风。”铠甲妖物眉头微皱。“你应该听闻过他吧？他的身上不仅有王之血脉，还有传说中的脉之本源，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宝，而其他的不谈，单单是脉之本源，那等宝物可能整个太古坟冢都比不过。楚风才是真正的宝藏。”芥幕白道。“你知道楚风在哪？”铠甲妖物问。我们如果此次合作顺利，那就……杀！”芥幕白话未说完，那铠甲妖物如同鬼魅般来到了芥幕白的近前，速度太快，当芥幕白反应过来之际，那铠甲妖物的一根利爪已是穿过了芥幕白的丹田。“你……”芥幕白满眼不解地看着铠甲妖物，脱口而出：“你他娘的有病啊！”可那铠甲妖物没有回答，又是一道利爪洞穿了芥幕白的丹田，旋即猛然一扯，将芥幕白的身体直接撕成了2半。可很快，铠甲妖物目光转冷，他惊愕地发现，芥幕白碎裂的身体化作了结界之力消散而去，同时一张失去了结界之力的符纸也飘散而出。此刻，天际之上再度传来芥幕白的声音：“老子在问你，你他娘的是不是有病？干你姥姥的！你是认识那楚风不成？”话音传来，铠甲妖物化作一道流光，直接冲出天际，来到星空之中。只不过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只是一座阵法，芥幕白并没有在这里。铠甲妖物一拳轰出，强大的武力便将那阵法轰成粉碎，旋即冷漠地说道：“躲远一点，别被我找到。”话罢，铠甲妖物便回到了那坟墓世界之中。然而其实在那方世界内，芥幕白也在，只是他的手中捏着一张远古符纸，符纸正在燃烧，释放出强大的结界之力覆盖着自己。芥幕白也正在快速地脱离那方世界。这怪物怎么回事？他的眼睛好厉害，若不用此符，本体怕也要被他找到。但为何突然出手？是与楚风相识，还是压根不想合作？不可能认识楚风，是我想多了。怎么可能每个怪物都恰好认识楚风，又都是楚风的帮手？芥幕白一边飞掠，一边泛起嘀咕。但无论是怎样，他都确认了一件事：他最近有些倒霉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白云清这边的传承也是接近尾声。可突然，灵神一族的神会看向楚风：“楚风大人，有人靠近，是一名年轻的女子。”说话间，神会将阵法图递给了楚风。这是灵神一族在等待白云清接受传承期间布置的，可以检测到靠近的人。且若对方更进一步，还有攻杀阵法。哎呀，这小妮子长得还挺标致，敢一个人在这太古坟中跑，怕是有些来头啊。皇甫战天凑过来，看着阵法图内映射出的女子说道：“之所以判定有些来头，
是因为那女子站在一只铜雀之上。铜雀并非活物，且不大，只有10米。相比于他们那可容纳一座城池的巨大战船而言，自然是很小很小。可这只铜雀却速度奇快，显然是件不可多得的宝物。是我朋友，楚风说道，因为他不可能认不出宋宇。眼见是楚风朋友，神会便也收起攻杀阵法，没有阻拦。宋云显然锁定了楚风，直奔楚风而来。哇，怪热闹的。靠近之后，看着那天上地下的多方人马，宋云表情浮夸，但实际上他却没有一点害怕。你给我这定位符，效果这么好的，居然能直接找到这。楚风拿出一道定位符，乃之前宋云给他的，说可以凭借这定位符找到楚风。可这太古坟冢如此浩瀚，宋云还能找过来，楚风仍感到意外。毕竟定位符这东西，能定位的距离越远，需要的代价也就越大。比如给王强的定位手段，就是要比较近的距离才能锁定对方。之前小鱼儿被神族带走之前，楚风察觉到了不对，送给小鱼儿的吊坠也暗藏锁定小鱼儿的阵法。但那座阵法可是耗费了楚风很多珍贵宝物打造的，所以才能在较远的地方锁定小鱼儿。但也是有时效性的，比如现在便早已失效了。可宋允这定位符却比当初楚风给小鱼儿的吊坠阵法还要强大，并且这个时效性很长。那可不，这定位符价值不菲呢。也就是楚风哥哥，值得我送。宋允笑眯眯的道。身体恢复的如何？楚风问道。没事了，楚风哥哥不用担心。宋允道。随后楚风与众人介绍了一下宋允，同时也和宋允讲述了一下他们如今遇到的情况。哦，难怪我刚进来入口就关闭了，原来是要将咱们弄死在这里啊。不过有我在，楚风哥哥不用怕，那7颗星辰我来搞定1颗。宋允信誓旦旦的道。听到宋允的话，黄甫战天便说道，小丫头，你怕是不知道这7颗星辰的传承难度是有多高啊。宋允则是像听不到黄甫战天的话一般，都不理会黄甫战天，反而是冲着楚风俏皮的笑了笑。楚风哥哥不会不相信我吧？怎么会呢？只是传承有些复杂，要具体情况若有合适的一定会交给你。对于宋允的能力，楚风是完全相信的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白云清也终是成功获得了传承，他的身上也出现了那符咒印记，同时这方坟墓世界也是散发耀眼光芒。这一刻楚风也是感受到了第4颗星辰的位置，于是立刻启程。神会要快一点，第4颗星辰也在有人接受传承。楚风对神会说道。明白。灵神一族也是全力以赴，前行速度比之前还要更快。通过阵法，哪怕较远，他们也能观察到那方坟墓世界。那座坟墓世界比之前宇文炎日、白云清获得传承的要大上不少，且墓碑上面也呈现了字迹，玉海圣尊之墓。然而当他们靠近之际，那方坟墓世界便光芒大盛，蓝色的气焰掺杂光芒将坟墓都覆盖，化作了巨大的蓝色星球。这让他们意识到这座坟墓世界已是传承完成。增速符。神会一声令下，灵神一族同时拿出一张符纸，符纸燃烧之际，阵法力量大增，所有战船的速度也再度加快，必须尽快找到传承者，若是他们离开便麻烦了。终于他们进入了那方世界，而在进入那方世界的一刻，除了灵神一族外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只要踏入世界，没有了干扰，凭借灵神一族的手段，他们便可以看到那传承阵法的具体情况。阵法内外都是熟悉的身影，仙海鱼族，而获得传承者竟是2位，仙海少羽与其妹妹仙海鱼儿。楚风，怎么都是你的朋友？这是巧合吗？淡淡的疑问脱口而出。目前来看，确实不太像巧合了。楚风之所以这样说，那是来这里的途中，楚风也与白云清交谈过，得知白云清接受欧阳空羽的传承，且将欧阳空羽安葬后，他便一直闭关修炼，想尽可能的融合传承。可从如今他散发的气息便可看出，他确实没有完成融合。之所以这个时候跑到这里，乃是因为太古坟冢开启之后，他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，就像是得到了召唤一般，所以才决定来到这里。而越是靠近太古坟冢，那种召唤越强，那种召唤之感便是从先前他获得传承的那座玄真一圣之墓内传来的。可若只是白云清自己便也罢了，
就连宇文言日和王强也同样有类似的感觉，虽然没有白云清那么强烈，且表现出的方式也各有不同，但他们其实也都是被直接吸引过去的。楚风，这太古坟冢该不会是冲着你来的吧？淡淡问道。目前来看，这七星连珠都与楚风朋友有关，但这件事的主导却又需要楚风来完成。怎么看都像是计划好的一样。若是冲着我来，那我已经来了。凭借此地主人的手段，他想做什么都可以，没必要这么兜圈子才对。楚风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有可能此地主人看中你，想把很厉害的传承传给你，但需要你经受住考验呢。用你朋友来测试你的人品，就是考验的一环。你觉得本女王分析的如何？淡淡笑着问道。那我倒希望我的女王大人所想成真了。楚风笑道。按照淡淡所说，那太古坟冢乃是好事，谁不希望多发生点好事？可太古坟冢从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危险和诡异，就算楚风希望有好事发生，可他总觉得这里不会那么简单。仙海鱼族来的人倒是不多，小鱼儿父母以及爷爷外，来的也都是仙海鱼族的精锐长老。眼下小鱼儿和仙海少羽虽然顺利得到传承，可却也都被符咒印记附体。小鱼儿是在右手腕，仙海少羽在左手腕，他们不知这是何物，十分担心。然而他们还未研究明白那符咒印记究竟是何物。远处天际光芒普照，随之浩瀚人马自远处出现，那飘扬的黄府天族战旗让仙海鱼族的众长老顿时神经紧绷。大哥哥！可很快小鱼儿却激动的直接御空而起，向远处的浩瀚人马飞掠而去。仙海少羽紧随其后。见状，小鱼儿父母等人也是松了一口气，纷纷跟了上去，因为他们都发现了楚风，不仅是楚风，还有王强、宇文言日等熟悉的面孔。大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鱼儿来到楚风近前，几乎完美的脸蛋上是毫不掩饰的狂喜，明明分别没有太久，可却如同好久未见了一般。可还不待楚风回答，宋允便从楚风身旁走出，对着小鱼儿道：仙海鱼儿，终于见面了。你认得我？小鱼儿打量着宋允，印象中并没见过此人。我叫宋允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，但我早就知道你了。你可是我楚风哥哥的心头肉，为了你他是可以不要命的，不知道多少女人嫉妒你呢。不过你长得确实好看，也难怪楚风哥哥喜欢。宋允面带笑意，但这笑容却笑里藏针，话中有话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安静，因为宋允的语气多少带着挑衅的意味。因此除了仙海鱼族的人略有不爽外，所有人都看热闹一般，将目光集中在了宋允和小鱼儿两个绝顶美女身上。就连楚风都被忽略了，他们都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尤其是黄甫战天，不知从哪掏出了一把瓜子，边看边吃。更离谱的是王强，见到瓜子直接把手伸了过去，来点。黄甫战天倒也大方，直接甩了个乾坤袋给王强，里面竟都是瓜子。与此同时，小鱼儿因为宋允的这番话，原本因看到楚风而激动的表情冷却了不少，但也不失礼貌的笑问：这位姐姐的话我怎么听不懂？听不懂吗？我之前是狱宗的。宋允道。狱宗？闻言，小鱼儿顿时面露敌意，但宋允则补充道：但那是之前，我如今已经不是狱宗的人了。另外我不是你的敌人，你之前被狱宗抓起来的时候，还是我告诉楚风哥哥你的位置，说起来我也算是对你有一点点恩情。不过我不用你报答，我只是感慨楚风哥哥可以为了你连命都不要。宋允笑眯眯的道，但旋即又看向楚风，只是楚风哥哥，紫菱姐姐见过这位美丽可爱讨人喜欢的鱼儿妹妹吗？不知道紫菱姐姐知道你这么宠爱鱼儿妹妹，会不会吃醋？你紫菱姐姐没那么小气，不用瞎操心了。楚风说完后，笑着对小鱼儿说道：宋云也是我妹妹，就是喜欢开玩笑，你别多想。多想什么？大哥哥确实疼我啊。小鱼儿嫣然一笑，面对楚风之时，他仿佛可以忘记所有烦恼，但也是好奇的问道：只是大哥哥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是啊，楚风你不是离开了吗？怎么你也回来了，还带了这么多人？仙海少羽也是问道。这个说来话长。随后楚风将为何来到太古坟冢，以及来到太古坟冢后的经历，包括他们都已陷入死局，唯有七星连珠能破等事，都告诉了仙海鱼族的人。但得知经过，
仙海少羽反而没那么在乎他们如今的处境，反而看着楚风身后那灵神一族，我去，这么多天龙界灵师，都是辅佐你的，命好。楚风淡淡一笑，那大哥哥，你现在能感受到第5颗星辰的位置吗？可以。楚风道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？小鱼儿问。现在。随后，楚风等人便立刻动身。途中，楚风也是知道，小鱼儿和仙海少羽回到祖地之后，得到了不小的收获。但随后，他们2人体内也都有了奇异的感觉。简而言之，他们也是被这座玉海圣尊之墓召唤而来。